2023年年中旗舰手机影像大横屏终于来了啊！这2年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这手机厂商不再从高光压的好不好、解析力强不强啊，在发布会上各种吊打友商了啊，大家都卷到了新的高度，都在强调自己的影像风格或者说光影质感。但不论怎么说啊，一张好的照片这基础素质决定了它的下限。在前些年的影像横屏中，我们也一直在说随手拍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啊？现在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了啊，这也是根本。只有做好了基础，才能去谈上层的风格化呈现，去拔高它的上限嘛。所以这一期呢，我们从基础素质和风格化这2个大的方面，再结合我们之前的一些盲测，看看2023年这些大旗舰的表现。我们前后拍了得有快1个月啊，不算单机测试的样张，光是6、7台机器集体拍摄的都超过了200组。好，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百测评。先看一下本期的参赛选手们，为了视频的呈现效果，这次我们综合市场销量和前期单体测评的表现，集合了华米、欧威、果药6个主要选手，6个样张在视频铺开的时候也方便大家观看。兴奋别急啊，中途我没有加入，正在用这些手机的小伙伴可以举个手啊，我魅族呢？别管，咱们继续啊！这种项目为什么难做啊？就是总有手机会中途更新。4月29 ，OPPO 大更新；5月5号，小米相机更新；5月8号，vivo 又推送了一个大版本啊，新加入了 Demo X 影调啊，就这样一次的重拍啊，其实主要是为了保命啊，恐怕落下了哪一家。当你看到视频的时候，估计他们又有更新的了。就这样没办法一直推翻前面的大量实拍，工作量异常艰辛啊！记得给我们点赞回血一下。先说明一下，风格化环节呢，属实是萝卜青菜，肯定是比较主观的，大家没有必要过分争执。各个平台和各种屏幕的呈现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如果你特别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下载原图再去看看。配置方面，我们一张图打出来，你可以暂停查看。主摄小米、OPPO、vivo 都是1英寸的989，焦段也都定在了等效23毫米，苹果也差不多24啊，底是1.1/3。华为和荣耀则是把焦段定在了27，但他们都对传感器进行了裁切，在专业模式约0.9倍就是主摄成像。这什么意思啊？就以荣耀为例，底的原生大小是1.12英寸，23毫米焦段，但是荣耀选择了对最终成像这样裁了一刀，它的焦距就增大到了27毫米，传感器实际成像部分约1.1/3。有小伙伴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傻？裁切的好处呢，其实是边缘画质得到了提升，但也确实损失了部分像素。你喜欢23毫米完整的像素输出，还是帮你裁好了27毫米？1和2，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啊。长焦和超广角各家就百花齐放了，后面我们会细聊。其实不管是1英寸大底，还是华为的 LYB 加上 f1.4 大光圈，到2023年本质上还都是为了提高进光量，这更像是2个不同的赛道吧。反正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提升基础素质。第一个环节，取景框的体验。欧威和荣耀取景框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啊，保留了最常用的功能，不常用的收纳在最右边的更多设置里。苹果很多功能需要去设置里设置啊，老传统了啊。我曾经见过不止1个直到用换机了都不清楚相机还要去设置里面改参出了大众用户。小米这次一改传统啊，变成了这种点击展开网格菜单的逻辑。优点是可调节选项很多，缺点是一些常用的设置项本来可以放在主页里，却一起收纳了，需要适应一下。华为很多功能集成在了底部，上滑即可调节，方便单手操作。这个变焦环是不是有那种旋转相机的感觉？对于大众用户很重要的取景框，所见即所得。光线充足的场景下，这些大旗舰做的都可以了啊！来个极限夜景。第一梯队就只有苹果，第2梯队也就只有小米，提升还是有的，有些意外，其他家约等于差不多。OK， 本期的关键环节1，基础素质，这也是绝大多数用户对于一台手机影像的最直接感知点啊，用的最多嘛。厂商们在发布会上都在大篇幅的强调自己的风格化，弱化了样张的基础素质对比。那是不是他们的基础素质，也就是影像的下限，都做得非常好了呢？这组一眼看过去大差不差，只是在对比度上有些不同啊。主观觉得华为和 vivo 这组表现不错啊，质感更加出色。色彩上面，这组荣耀、小米和 vivo 的饱和度都有些偏高，猛的一看，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哎，这比较讨喜啊。但这种照片看多了，可能就觉得没那么耐看了。vivo 开了蔡司之后就正常了许多。之前 P60 我们首发测评中提到了华为 LYB 偏色问题严重，经过2个多月的迭代之后，目前的版本改善了挺多。关于 LYB 偏色，好处很明显啊，非常直接提升进光量，但是调教压力也确实很大。当前版本下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已经很轻微了。不像我们这样专门做对比，在大多数场景很难察觉到偏色了。之前都强调拍月亮、拍太阳，大家怎么样呢？恰好武汉最近出现了日晕现象，我们得到了几组这样的照片，大家可以按编号先主观评论弹幕选一下你喜欢的。这组前期我们专门发到了网上，让大家盲选了一下，当时欧威、华为选的是比较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和你选的一样？这种场景很少见啊，就娱乐一下。来张难的啊，大光比场景，华为这组整体 OK， 但天空高光的处理，你看这颜色出现了一些泛青的问题。vivo 这组样张有点泛白，且出现了不该有的杂光。OPPO 和苹果在这种场景曝光偏低啊，把阳光高照的下午给拍成了傍晚，说白了就是对高曝场景有点矫枉过正了。小米的天空这里竟然有点漫画的感觉。到了夜景啊，这一组我们前期也专门发了盲测，有个比较
较强的基友竟然猜对了所有样张啊，就是这哥们儿，牛批2个字可以弹幕送给他。根据前期盲选，我们统计了一下，大家喜欢 OPPO、荣耀、小米的比较多，华为这组比较有意思，对星芒效果不错。鬼影问题上 ，iPhone 先抬走。这组样张高光压不住的同时，鬼影还很严重。安卓如果对比看的话，其实也都做得没那么好，但毕竟都是大旗舰吧啊，相对表现最好的是 vivo 啊，其次是华为。如果说猜测度模式 vivo 的优势，那么可变光圈则要看华为和小米了。华为这边一共10档可调啊，小米则是 f1.9 和4.0两档可调。大光圈景深更浅，可以带来更好的背影虚化，突出主体；小光圈可以带来更好的边缘画质。这组是华为 f1.4 到 f4.0， 可以看到随着光圈越来越大，这虚化效果会更加自然。在日常拍摄光线充足的时候，会启用 f2， 弱光环境下会切换到 f1.4。10档可调，更多的其实还是为专业服务了，绝大多数它自己都用前面这2档。这么来说，小米的2档可调是不是就更实用了呢？我们实测比较有意思啊，2档可调只是可调。我们点开设置，我们保留相机状态，已经把相机模式给打开了，然后把光圈手动调为自动。但是当我们再次打开相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光圈值又变成了 f1.9， 就没有在自动这一档。所以实测最新版本下，我们本次项目就没有拍到 f4.0 光圈的照片。说完了主摄，估计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这依然是神仙打架啊，更多的是风格化的差异。对于拍摄的稳定性，这个是我们自己非常关注的。前面的各种影像横屏中，我们也经常提到，这段时间大量的实拍，大量的对比，拍下来我们觉得华米 OV 确实是相对比较稳的4台，各种成片风格也比较统一。国产的影像调教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荣耀和苹果呢，在这方面，这次的实测之中就稍显欠缺。就比如拍出了这种或者说这种的照片。OK，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可以说是差异最大的长焦。之所以说差异大，其实是各家对于长焦方向选择上的不同。vivo 选择了一颗2倍人像镜头和3.5倍的不算太广的潜望，强化了它的人像优势。小米则是3.2和5倍，不仅焦段覆盖得更远，而且还尽可能的做到全。而华为和 OPPO 则是强化了最常用焦段的可用性啊，前者光圈更大，后者直接塞了一个1.56%大底镜头，意味着它的长焦夜景得到了增强。而苹果高底3倍显得有些平庸了啊，当然它的发布时间也在前1年。华为把6400万的 OV64B 长焦裁切成了4800万。OPPO 则是原生2.7倍65毫米的潜望，在普通模式裁切成了3倍72毫米。小米那颗小长焦其实是2.6倍60毫米，但是它给裁切到了3.2倍75毫米。各家都有自己的策略啊，你这儿可能听着稍微有点乱，没关系，咱们实拍说话。按照倍数来看样张，2倍是大家日常使用非常多的，除了 vivo 外啊，其他都是主摄裁切，一眼看过去这色彩都没什么太大毛病。放大看细节，荣耀要清晰得多，但看边缘画质和其他家呢，感觉又没什么太大差距了。这是怎么回事？这荣耀应该是开启了长焦融合算法，在拍摄2倍照片时，画面中心部分借助长焦进行了辅助成像，以获得更好的中心解析力，而且是算法融合，几乎可以做到无感。但这样做呢，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可能会破坏照片的整体性。就比如说这张。中间太好了，反而会凸显边缘更差了。而到了各家的光学变焦焦段，直接来看这组5倍啊，色彩方面啊，这个级别的旗舰依然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放大看解析力，小米原生5倍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其他几乎都差不多。切换到10倍以上，在这里我们必须拉出三星了，不愧是10倍光学，这解析力就是强。OPPO 原生焦距太小，在这种高倍变焦场景时没什么优势，而且涂抹感比较重了。苹果最大只能放大15倍，vivo 乍一看还不错，但也是涂抹比较重。小米的5倍长焦，这细节保留是除了三星之外最多的，但是观感较暗。当然，卷到现在，长焦已经脱离了放大对比清晰度的这个时代了啊。我们其实更想看到的是，常用的焦段要足够的好用，足够的稳定。还是那句话，要拉高它的下限。之前长焦的痛点是底不够大啊，光圈太小，导致暗光大家基本都是切换到主摄。让人比较欣慰的是，今天开始，比如说 OPPO 还有华为就已经开始强调自己的暗光长焦了。在刚发布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人在吐槽啊，说这也太细节了，这个暗光长焦这是用处有多大呀？但大旗舰之所以能成为大旗舰，就是要卷得够细嘛。这次小米的中长焦光圈也直接干到了 f1.8， 提高了暗光下的可用性。来看夜景，3到3.5倍这组样张 ，OPPO 和小米的观感最为舒服。由于 vivo 潜望光圈 f3.5 实在太小了，在暗光场景进光量就不足了，所以它采用了2倍裁切的方式。这策略其实还是不错的，最终成片效果上也还是 OK 的。这组也是如此，小米和 OPPO 的解析力稍好一些。同样场景到了5倍 ，OPPO 和华为依旧是表现最好的 ，vivo 依旧是采用2倍裁切，2倍在前面还行，但是到5倍这噪点就很明显了。10倍就比较有意思了 ，vivo 这个时候放弃了2倍裁切，转而启用了3.5倍长焦头，但这个成
成像嘛，已经黑乎乎一片了。OPPO、华为和小米依旧保持了不错的成像水准。变焦体验上 ，iPhone 的变焦平滑度一如既往的丝滑 ，OPPO 这次表现也还行，其他几家在镜头切换的时候，这迟滞感要高一些。而在高倍率的稳定方面，除了苹果之外，大家都有做。至于效果嘛，小米和荣耀在移动镜头的时候跳帧相对还是有点频繁，华为需要手动开启脚架超级防抖。相对而言，绿场防抖做的最为自然，即使长时间固定不动啊，再次移动跳帧的情况比荣耀、小米也要好一些。人像上啊，旗舰咱们就直接看比较难的暗光长焦 ，iPhone 还是抬走。这个荣耀因为不支持3倍，也先不比了。华米 OV 虚化效果默认，各家都可以在相机后期手动调节虚化程度，就暂时不说这个效果了，主要看人物面部的处理。我们主观觉得 OPPO 表现还是不错的，但锐化颗粒感太高了。到了普通场景，这组我们又前期发起了盲选，大家还是按编号啊，可以评论弹幕一下，主观选择一下你喜欢哪张。前期的盲选结果，华为拿到了第一，其次是 vivo， 和我们内部主观选择不谋而合。这两台的面部处理确实感觉给人最舒服。这里也表扬一下小米，相较于之前的人像，那进步是忒明显了。长焦还有一个很容易经常忽略的点，就是长焦微距，这可是太出片了。这几台手机里面，华为是支持10厘米长焦微距的，随手你就可以拍出这样，或者说这样的照片。那朋友圈一发，很容易显得自己很专业啊。OPPO 和荣耀的对焦距离呢，都在20到30厘米啊，实测表现也还 OK。在聊超广角之前，先问大家一下，你是长焦用的多的扣波1，广角用的多的可以扣2，我自己肯定要扣2。工作室内部我专门问了一圈，大家正好和我自己相反，他们都不太用超广啊。一是目前主摄普遍都在等效23毫米，这视角啊都比较开阔了；二是有的手机所谓的超广也并不够广。如果单论广度上，小米是最广的，华为、荣耀其次，最窄的是绿场啊15的焦段。由于硬件差异巨大，也是多镜头成片一致性上很容易翻车的地方。晴空万里的场景下，注意看天空这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色彩不一致现象。日常如果大众使用其实没啥，但是对于影像爱好者来说，确实会造成一些麻烦。OK， 基础素质聊完，本期的关键环节2，风格化。后面都是比较主观的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前面其实大部分样张啊，如果不像我们测评这样单独拎出来一下一下对比，不放大抠细节的话，很难看出来谁家的基础素质表现明显的差，可能一个 OTA 它就反超它了。那为什么各家照片如果咱们摆在一起的话，就有人会说，哎，感觉谁的观感就要更好一些？多数情况是因为它的光影比例调教的恰到好处，这也就是厂商们常说的风格质感。这是 OPPO 普通模式的照片，你猛地一看很明快很讨喜，但如果我们把这张照片放上去啊，是不是有人就觉得，哎，左边的好像更加耐看一些啊？这张就是哈苏专业模式拍的。我们在前期发了3组调研，结果大部分人确实更加喜欢专业模式的成片，原因就是照片明暗有度，而衡量明暗的标准就是影调。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个人喜好吧？确实是，但也有一种直观的可以被量化的方式，就是直方图，长这样啊。专业摄影的小伙伴应该很熟悉。我们都知道，照片是由一个一个像素点组成的，比如一张纯白色的照片，这像素点都是白色。你查看直方图，像素点全部堆在了右边，这里对应的坐标就是白色。当图片慢慢变黑，这条线就会向左平移，直到纯黑。最左边的坐标代表的就是纯黑，而中间就是不同程度的灰，也就是常说的灰阶。一张图片不可能只有黑白，而是有明有暗有过渡。比如说这张图对应的直方图就是这样的。按照明暗程度，可以把直方图分为5个部分。像刚刚那张照片，一眼看过去感觉比较暗，在直方图中靠近黑色的像素点就多一些，称为低调。而这一组你感觉比较亮，直方图里边就靠近白色的像素点偏多，就是高调。像素中间居多啊，就是中调，这就是3大影调。在3大影调下又各包含长、中、短。长、中、短代表明暗跨度，比如长调的明暗跨度啊就更大，有点蒙圈没关系啊，我们结合照片来分析。比如说这组下午的阳光洒在单车上 ，OPPO 默认模式下它影调表现为中调，这画面明快且细节丰富。vivo、荣耀、苹果也基本如此，这也是手机厂商们的主流取向。说白了啊，就是中间档，照顾大多数。特别是 vivo 蓝厂，大家给它的评价一直都是比较稳，犯错很少。比如白天我尽可能给你拍的比较明快，夜景尽可能的亮丽一些，高光压的尽可能的足，这是最不容易犯错的调教策略，最合适也最适合大众用户。稳这个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这样的做法呢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你看多了可能会觉得这些照片都太普通了。你会发现其中很多中调的照片都丢失了原有的光影关系，照片确实很少出错了，会让人感觉有数码感，没那么耐看。当然这些都是比较主观的啊，有人就是喜欢这种中间调。
再来看一下 OPPO 的专业模式，这影调在这种场景就偏低长调了，整个照片暗色要多一些，且保留了亮波，明暗对比你看起来就比较丰富。这种影调和小米的徕卡经典以及华为的鲜艳模式都比较相似，这种做法在表现光影时就更容易出质感，但它的普适性就没有中间这样那么足了。如果我们设置一个测评环节，专门对比一下暗部细节，之前的测评中经常出现这个词那这种做法就很不吃香了。还有这组小米徕卡经典，大家经常吐槽的高光压不下去，还有这组把白天拍的有点阴间了就是这个道理。这样说你应该就能明白为什么厂商更愿意做中调的照片效果了吧？就是避免出错。小米的徕卡生度呢，调教的是中长调，画面在相对柔和的同时保留了一定的明暗关系。华为原色这组也是中长调，我们主观觉得这种风格既不会像中调那么平，也不会像低长调那么极端，是比较适中的一种风格化，比较适合大多数场景。但风格化终究是风格化，中长调也会出现一些过曝问题，比如说这些样张就不详细展开了。鲜明突出的风格确实能拍出非常漂亮的成片，不用问现在大多数人呢肯定更喜欢风格化一些。但是现阶段各家的风格化是很挑场景的，普适性相对来说也较差一些。或者这么说，现在你喜欢风格化，那就要接受翻车的情况。如果你想求稳，那平淡明快的默认也就是中调大多数场景都是比较适合的。那基于现状我们对后续这些影像大旗舰的期待就出来了。咱们后面就看看谁能把风格化做得更加 AI 更加智能。你比如说通过大数据训练模型，知道你在拍摄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针对性的给出相应的风格化，把风格化做得像之前默认相机一样稳。如果这波谁能做到那后面必然就脱颖而出了。同意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不同意单机测评，其实每次搞这种大横屏因为要同时对比，要同时揣着这些手机每次都能对这些已经测过的机器有新的感觉。这次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华为在 P60 Pro 首发测评的时候，影像那个环节其实我们提出了很多缺点，比如说偏色不稳定等等等。这2个多月之后确实得到了不少改善，软件体验上的表现相对一般。不过华为作为影像老大哥，在可变光圈、新型潜望模组等技术的加持之下，依旧保持着一流的水准。很多人都说华为的硬件在今天已经不太行了，我们反而觉得当其他家都在选择卷超大底硬件的时候，华为选择了在光圈镜组上面下功夫，以及继续深耕 RYB， 这也是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赛道。手机就这么巴掌大的玩意儿，这个底不可能一直卷下去，换个思路没准就是未来方向的。而且在这一堆影像旗舰里，我们这次装一兜子出去各种外拍，它确实是手感最好的。放在这群大模组里面，你是不是感觉旁边这机械挺特立独行的？与之相对的就是放在旁边这小米13 Ultra， 无疑是小米影像的集大成者。那发的最晚配置那绝对是天花板了，最终效果呢也不错，这徕卡肯定不是盖的。小米风格化呢是这几台手机里面最明显的，但前面也说了，现在各家的风格化确实还做不到万能用我们小伙伴的话说，就是很容易拍出质感非常非常棒的照片，但也很容易拍出阴间即视感的照片。还有这13 Pro 上那么好用的长焦微距跑哪儿去了？雷军金凡。13 Ultra 其实从外观上就能看出，就是奔着相机去的如果后面风格化 AI 被小米做得非常好的话，那这台机的上限应该也会突出的高。OPPO 这边前些年的机器影像方面咱就不提了，这 X6 Pro 可以说是终于赶上大家了。哈苏之前一直给人感知不强，也真不能怪大家调侃就联名了个快门。今年应该是和哈苏合作最深的一年，尤其是它的专业模式，光影质感非常不错。不过这次集中测试大家有对比嘛，感觉绿场确实是容易相对拍糊的那一个，特别是长焦。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及时反馈给了 OPPO 小伙伴也表示在紧急修复中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近期的更新能推动一点点小改变，还是我们想看到的。OPPO 其他镜头方面的普适性呢做的还是不错的，蓝场 vivo 之前我们的评价一直都不错，蔡司镀膜和自然色彩还是一如既往的稳，不用担心怎么翻车。如果给一个不太懂手机影像的小伙伴送一台机器的话，那么这台机其实挺合适的，很适合大众用户。不过这也算是他自己的某种局限，尤其是本期对比完了之后，就比如说你看多了风格化，人家的光影质感调的都非常有小感觉，反过来观看蓝场就觉得很多样张都太平了。而且蓝场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部分样张容易泛白，长焦在夜景的可用性呢也比较差，这也是我们想吐槽的点。荣耀其实多少有点反差因为之前我们在 B 站预告了一下我们要做影像大横屏，当时评论区我记得非常深刻，很多小伙伴都在说申请荣耀退赛有很多都是荣耀自己的这个用户。现在它的重心呢确实放在了线下，我们也能发现这整个成片风格上呢是比较明
明快鲜艳的，比较讨好眼球像。前期的盲屏环节呢，当时有很多小伙伴都选择了荣耀，这也算是说明它的策略本身是问题不大的，基础素质也是 OK 的。但毕竟硬件上来说，相对就没有其他家那么顶。如果放在这批里面对比，照片整体的质感和风格的统一性，主观上我们觉得是不如上美4家的。苹果这边呢，因为发布的比较早，咱就不多说了啊。这个软件体验依然还是非常优良的啊，各种动画非常流畅，成片呢也比较稳。但是这个稳说的是中间调的那个稳啊，就是很多小伙伴说的比较白开水。据说今年苹果的影像会有较大的改变，我们拭目以待。OK。本期应该是接近有7000字了啊，这么长能看到这里的小伙伴扣波1。拍摄这么多天，各家的基础素质其实差距真的不大，还是看你喜欢哪种风格。华米 OV 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好，老大哥华为长焦微距，多档可变光圈，玩法丰富，也是这几台手机里面最轻盈的。哈苏的光影质感 OPPO 做的不错，如果你喜欢德味以及高焦段解析力，小米呢调的也 OK。真实色彩和稳定性的话呢，那就是蓝厂了。总结也差不多，虽然本期是影像横评啊，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说一句非常主观的话，对于一部手机来说，影像我觉得大家真的已经卷的都差不多了。我非常期待，或者作为一个基友吧，非常希望看到厂商们可以卷一卷其他方面了。你看这些镜头，一个个大的都要占到半个机身了。OK， 最后的最后，我们再做一个预告啊，这大旗舰肯定不能只看影像。本期如果点赞过3万，还是这6台大旗舰，除影像之外，其他方方面面，我们再搞一个大横屏，下期加班加点给大家干出来。大家都关注小白测评频道就可以了。OK，博观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